没有完美的恋情，我们都有与和自己爱的人意见相左的时候，有时会让彼此失望。即使在健康的恋情中，这也是正常的一部分。然而，有些恋情弊大于利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有毒爱情的5个早期迹象。贬低和批评，花时间和伴侣在一起的想法，让你小鹿乱撞，还是心有千千结？他们似乎总是批评你的外表、个性，或者你的生活目标。不断批评是有害的，因为会削弱一个人的自尊。专门从事男性咨询的治疗师库尔特·史密斯解释说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会让我们质疑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，尤其是当它来自一个应该爱我们的人的时候。我们可以开始相信，既然他们关心我们，那么他们说的关于我们的事情一定是真的。互相表达关心很重要，但一定不要让自己所爱的人感到渺小或自卑。甩锅，伴侣会因为他们的错误而责怪别人吗？表现出有毒特质的人很难反思自己的行为，而且通常不觉得有必要道歉。婚姻和家庭治疗师林赛·费里斯说，推卸责任通常是在一方有抱怨或沮丧时进行的，接受指责方找到方法，把焦点和责任从自己身上甩开。这有时看起来像是最小化或否认你的感觉，比如他们可能会说，问题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你对此感到如此不安。在争论激烈时，很容易推卸责任。然而，如果这升级为他们不断因为各种琐事指责你，不是你的错，这表明这段恋情可能有毒。幸灾乐祸，如果告诉伴侣发生了不好的事，他们有在你伤口上撒盐的习惯吗？他们会倾听并试着同情，还是喜欢看你挣扎？如果似乎对你幸灾乐祸，这可能是他们处于有毒心态的迹象。心理学、人类发展和健康关系副教授凯利·坎贝尔博士表示，伴侣们会庆祝彼此的成功，并将彼此塑造成他们理想中的自己，这就是米开朗基罗现象。如果注意到伴侣在你做得好的时候极度好胜，而且通常不开心，那这是个巨大的危险信号，总想收拾你。有没有觉得，在伴侣身边时，自己如履薄冰，在新的爱情中奔跑？健康的恋情会让人感到自信和安全。如果觉得在恋情中不能做自己，那就说明有些事情不对劲了。婚恋网站作家蕾切尔·佩斯解释说，适合你的人会喜欢真实的你，而不是试图把你塑造成他们认为你应该成为的样子。自我提升很好，我们都应该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。然而，谁也不是被伴侣分配的项目，谁都是独立的人，应该被尊重和接受。欺骗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爱人在夸大他们的故事？不诚实是有毒恋情中的一个常见因素。有资质的婚姻和家庭治疗师达林·兰瑟解释说，不诚实不仅仅是撒谎，欺骗包括做出模棱两可或含糊不清的陈述，说出半真半假的事实，通过强调、夸张或最小化来操纵信息，以及隐瞒情感或信息，将真实的自我带入恋情中，创造一种稳定和安全的感觉。如果他们想为爱情的成长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，双方都需要愿意放下心防，坦诚相待。你有这些迹象吗？如果有，下一步打算做什么？有些人会选择彻底切断和有毒的人的联系，有些人选择有限的联系，或者根据他们的需要建立牢固的边界。人无完人，我们不应该期待完美的恋情，但都必须努力拥有健康的恋情。这就要从学会与我们自己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开始。如果小伙伴认为这支影片对其他人有帮助，欢迎在下面评论区评论，并分享给更多小伙伴。下支影片不见不散，小伙伴们多多保重，记住你很重要。